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无名是被最黑最惨的一部电影。无名是2023开年以来最具艺术气质的国产电影，无论是叙事方式、镜头语言，还是台词对白、细节安排，以及故事隐喻、演员演技等都可谓佼佼者。但据观察，无名也是被最黑最惨的一部电影，不少人可能压根没看电影，直接涌入豆瓣打1星差评，同时四处传播负面评论，把无名批得一无是处，导演、剧情、演员基本被黑了个遍。黑导演，一部电影做得很差，骂导演没有问题；一部电影做得不完美，骂导演也没问题，前提是优劣均沾，客观分析，合理批评。但是，在大量肯定声音下，仍有不少人直喷导演成耳。一方面，骂导演向资本低头，主要理由有2个，一是请流量明星，二是路演宣传，强调买票。这么一说，貌似很有道理，问题是哪部电影背后不是资本？《流浪地球2》、《满江红》也不是做慈善。再者说，如果流量演得不行，盲目用流量的确要批，流量符合导演要求，演的也贴合人物，为啥不能用？难道流量犯法了？还是流量烫眼睛，不能在电影院看它？至于骂强调卖票，更离谱，无名不是公益宣传片，是商业电影，不卖票还能免费送。人家耗钱耗时拍了，卖票没啥寒碜的，艺术家也得吃饭吧，总不能靠空气活着。另一方面，骂导演成耳非线性叙事，是刻意炫技，完全没必要。这就不明白了，电影非得按时间线剪出来，故事必须从前往后讲，用一些非常规手法就不行吗？这跟骂《流浪地球2》有不少大场面，就是刻意炫特效有啥区别？更重要的是，人家成耳也不是第一次用非线性手法，人家的风格一直都是这样。第3个人是边境风云是，罗曼蒂克消亡史也是，怎么到无名就成炫技了？黑剧情，无名电影剧情到底讲了啥？我们有100方式来描述，黑子只用2招。一是大骂无名剧情简单，二是拿无名与其他电影比较。关于无名电影简单，说实话，看了几遍电影，会有这种感觉，貌似无名只讲了一个谍战故事。但据此就说无名简单，多少有些不重细节，很任性。有些人甚至表示，无名一句话就能概括。这么说吧，如果无名一句话可以概括《流浪地球2》，满江红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式概括。拿无名与其他电影比，这个更是会扯，拿无名与风声比，与无间道比，与色戒比，甚至还有与电视剧叛逆者比的。同类型电影，电视剧横评可以理解，但比来比去，说不如那些电影细腻，这个安排不好，那个处理不恰当，就纯属于吹毛求疵了。不同电影有不同调性，都一样，那就没有无名了。当然，不是说不能提无名的缺点，只是很难理解，为啥与风声等片子比的时候，无名看着像一文不值了。黑演员，梁朝伟有演技，没人敢黑，其他人没流量，没有黑的价值。王一博，流量大，底粉多，终究是一个人扛下了所有。黑王一博的方式主要有3个：一、不谈演技。不谈演技，谈什么？先谈长相，说长得丑，
这多少有点嘴不把门，眼不好使。美丑本相对，个人入各眼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审美，可以选择喜欢或不喜欢某人，再正常不过。但没有优势，丑无过错，以美丑论人，低级狭隘，充满偏见，不妨先以美丑论己。斗量海水，貌取个人不应该成为判断任何人价值的绝对标准，更何况丑跟人家也不沾边吧。很多人意识到黑长相有点不道德，也不靠谱，转向黑文化，说演员文化水平低，即显得自己高级有文化，让自己有种居高临下、高高在上的感觉，又能发挥黑片子的作用，可谓一石二鸟。黑的缘起是接受采访，问题回答的不好，黑的逻辑是回答不好问题，等于没文化，等于不会谈角色聊感受，等于没用心，等于演不好戏。至于在无名中演技如何，根本不提，希望通过恨屋及乌的反光环效应带动大众情绪，事实真证明这招扣帽子好用。中国人历史上就喜欢这招，一扣一个准。2. 直喷演技，这招也好用，但不多。很多人根本不用看电影，上来直接就骂面瘫脸、扑克脸，这是招一。招二是抓小放大，报忧不报喜，揭短不提长，只说不好的，好的不说，就当大家看不到。第一招不太好使，大家一看电影不攻自破。第二招有点东西，很有隐蔽性，看似很客观，因为象征性的提到了优点，但实际刻意放大缺点，目的还是迷惑大众。关键是，不少专业期刊杂志、业内人士都认为王一博在无名中演技有声色也有亮点，人物立住了，说有好有坏，没问题，很合理，但只谈问题，就纯属别有用心了。3. 公归导演，看到这点，王一博粉丝应该感到高兴。公归导演的套路很简单，一句话，王一博的演技全靠导演。言下之意，王一博在无名中表现全凭导演调教，个人没有任何功劳。换一个角度想，这是承认了王一博在无名中有演技，导演掌控一部电影，功劳最大，包括调教演员，演员应该感谢导演，能把演员的功劳全部抹杀，估计也是黑不出什么东西了。无脑黑，这个无需多说，就是生黑、硬黑，没有任何能说出口的理由，直接寥寥数语就把无名批得体无完肤。其实，受害者不止无名，还有不少其他电影。翻了大量豆瓣、微博、B 站、虎扑等平台的经典评论，发现最狠辣的有3句。依托答辩，这句话是流行语，传播性很强，跟风者很多，应用面很广。如果想黑一个人、一件事、一部片，用这句话最简单、最直接，效果还不错。如果多个人一起用，还能起到一种相互呼应的俏皮感，凸显使用者无上的智慧。大过年的，看某某，晦气。这句适用春节档，把大过年的去掉，可用于其他档期，百试不爽。这句话可能源于豆瓣，最初的受害者是四海，因为四海有车祸的镜头，于是出现了大过年的看车祸，晦气。今年看《流浪地球2》时，就为他捏了一把汗，因为里面有涂恒宇、刘德华一家人出车祸的镜头。后来发现，为《流浪地球2》担心多余，这句话的变体被用到无名上了。大过年的，看这，真晦气，我有罪，听听骂人者多委屈。多少钱呢？有钱大家一起赚。这也万能句，
主要用于与他人观点相左时。这句话妙就妙在，不但能反驳他人，还能暗示他人收钱办事是水军，而且还能自证清白，所以看着简单，实际杀伤力极强。用法也简单，如果有人觉得无名不错，直接下面回复这句，对方直接掉血95，只剩半条命。最后强调一下，观众看电影都有批评权，但批评的前提是尽量客观，而不是随心所欲，更不是为所欲为。同样也要尽量避免无脑点赞，别说好片不让夸，差片不让骂。再者就是以上所有套路在无名上呈现的比较明显，发挥的淋漓尽致，但也常被用于黑其他电影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